首先这个动态没有抓准，这一侧画的有点直了。它俯身下去的话呢，这一侧边界，这一侧轮廓应该更加倾斜才对。这边斜过来，这边过去，这个人才有往下俯身的这种感觉。这边也要跟着过来。这边的肩呢被遮住了，但是能够看到它腋下在这儿，它的肩头呢大概应该在这儿，应该被坠下来了，因为它在揽着一个人，在向下用力，这个肩会被坠下来，然后这一侧的肩胛骨也会远离中线。它这个手臂朝向应该朝向这里，然后它头大概应该在这儿。这一侧的手臂再往后摆，那么它的肩胛骨应该更加的靠近中线，所以说这一侧的斜方肌感觉它是受挤压隆起来的，这一侧就是展平了的感觉，从图片中是可以看得到的。这边鼓，这边平，这都是动态导致的这些特征。受到挤压之后呢，这个肩三角肌后面这一块也是隆起来的，鼓溜溜的。这个肱三头肌也应该更低一些，这轮廓画高了，手臂感觉画小了，画细了。来看一下这一张中轴部，还是头的问题比较明显一点，这个头稍微有点歪拧。你看这个中线和它的眼睛啊、眉弓的连线，它是歪的。上次我们说过，这个头部的中线和眉弓、眼角的连线，它是成直角的，它是相垂直的。脖子看起来稍微粗了一些，短了一些，然后头感觉大了一些。它的斜方肌并没有这么高，你看你这两个眼睛一个高一个低的感觉啊，画了一条这种水平的线，就能比较出来。这个眼睛呢大概落在了中间，然后这个眼睛呢大概落在了下面，这两个眼睛就上下是错开的。还是需要多去做一些辅助线来进行比较，去确定它们的位置的准确。继续往下看，脖子短了一些，把头部这个位置往上提，让这个脖子的长度是够。画到这里，你可以去从两个肩这个位置，然后到头顶上最凸的两个位置，做这种辅助线来比较一下，然后在照片上也做两条这样的线去比较一下是不是一样的。你这个如果说它太低这两条线往里面斜的太多，就说明这个脖子短了，头的位置低了。继续往下，锁骨基本上锁骨呢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位置是三角形的倒三角形的肩窝，这里呢也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地方的肩三角肌稍微短了一点，这个位置它是腋下挤压夹出来的一个窝，这条边呢是胸大肌的外侧的轮廓，这里是胸大肌，然后这里是乳房的脂肪垫。其实在这块呢，不去画它的解剖也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就把它这个形画出来就可以。然后它这边胸部的乳房的脂肪垫要更低一些，这种左右对称的位置啊，一定要相互比较着去画，谁高一点谁低一点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就是相互位置。它这个位置比较长，因为胸肌呢比较薄。然后肩三角肌也是稍微的短了一点，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大圆肌，
应该就是两个结构之间皮肤相连的时候产生的一种过渡，直接把它连过来就可以了。它的中线这个起孔的位置要再往左一些，然后这个是副直肌，它的这个髂前上棘大概在这儿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鼓出来的一个造型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它的阔筋膜张肌。来看这一张，这一张的话呢，形和比例，头感觉有点小。你看下巴的这个位置，距离胸大肌侧边的这个边有多远？你就明显感觉它们之间的距离太远。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画太平了，在模特中呢，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它是顶起来的，它是胸腔的造型，顶起来的，这个弧度没了。头发的大小还是要注意。然后这里边的这个素描的关系啊，要注意这个部分。这张呢是课堂上面的示范，看这个位置的处理啊，没有把这个地方这个重颜色画那么重，黑白对比画那么强。整体这种大的亮暗关系呢，对照着这张示范再调整一下。下面胸腔骨骼这个，它这个动态下呢，这边是顶起来的，所以说这边的骨骼就应该更加的靠近体表，这边的这条弧度就是胸腔的形状。肌肉解剖的这个倒还好，这边感觉少了一块大圆肌，旁边才是背阔肌。